迪丽热巴紫裙造型直接杀疯热搜，网友：这后背部把火罐都可惜了。迪丽热巴这次可算是又惊艳了全网，她的一款造型直接让热搜爆了，大家纷纷讨论，这到底是真的美到让人移不开眼，还是背后有精准的营销在推动呢？这不，全网热搜榜被一张动图给炸了。迪丽热巴穿着深紫色的露背纱裙亮相，微博话题迪丽热巴白到发光，一下子就冲到了热搜 Top 3， 6.8亿的阅读量，这背后的有多少人在盯着看呢？其实呀，场记镜头记录下了一些小秘密。在后场的时候，迪丽热巴还在不停地调整肩胛骨的角度呢，就像红毯上的定海神针，每一个完美的瞬间背后都是精确到毫米的精心准备。2025年3月，迪丽热巴在云南大理参加 DIOR 高级珠宝展，她一出场，那袭紫色露背纱裙简直惊艳全场。当时花影轻轻拂过她的脸庞，她美得就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仙女一样，任谁看了都忍不住多瞧几眼。这条裙子可不简单，它可是2024高定秀场最抢手的雾面绸缎材质。你知道吗？人走动的时候，裙子会产生 0.5 毫米的飘逸褶皱，刚好构成了人体的黄金分割线。有个时尚博主连夜写了篇长文来解析，把这条裙子夸得天花乱坠。这造型不仅在国内疯狂传播，在外网生图更是引发了一场跨文化的审美狂欢。Reddit 上有个热帖标题特别直白，这位中国女星的侧颜让古希腊雕塑都失业了。外媒镜头里，她仰头的那一瞬间，下颌线与脖颈构成的 27.5 度角，还被美妆博主当成教科书级的拍照姿势呢。评论区那可热闹了，就像炸开了锅一样。有个评论说，姐姐的背不是背，是塞纳河畔的春水。这条评论一下子就获得了好几万点赞，成了热门神评。不过，争议也在抖音慢慢冒出来了。有个拥有100万粉丝的穿搭博主提出疑问，这种大面积露背的设计，是不是有点过度迎合男性审美了？没想到，一下子就引来了2-3万条反驳，真正的穿衣自由就是想露就露。双引号。再看看虎扑直男投票区，那场景也挺魔幻的。87%的男性觉得好看是好看，但不敢直视；93%的女性则选择美得这么坦荡，就应该展示出来。没想到这场争论反而让话题热度更上一层楼。迪奥官方平台赶紧认领了他这个红毯造型，相关话题在24小时内就创造了 3.2 亿的阅读量。国内画手圈还掀起了热巴仿妆挑战， B 站 UP 主研究所的妆教视频播放量都突破1000万了。迪奥中国区官网的流量更是激增 470%， 热巴同款口红上线1小时就卖光了，连带品牌的股价都上涨了 2.3%。 你瞧瞧，这美貌流量消费的转化链条，直接让迪丽热巴成了商业价值超高的艺人之一。还有更夸张的，某医美机构连夜推出热巴同款天鹅颈套餐，预约都排到3个月以后了。这波热度转化，简直就是商业变现的教科书案例啊！其实迪丽热巴的造型可不止这一种风格。2025年夏天，她又凭借满意的青春元气刷屏全网。迪丽热巴教你夏日穿搭这个话题，8小时阅读量就突破了 6.8 亿。照片里的她穿着淡黄色碎花吊带裙，外面搭了一件白色短款牛仔外套，帆布鞋上还别着彩色鞋带，高马尾随着动作轻轻晃动。网友们放大细节一看，都惊叹道：这哪像女明星啊，分明就是夏日街头最亮眼的元气少女吗？双引号。从浓颜大美女到元气少女，迪丽热巴总能精准地抓住每种风格的精髓。有个时尚评论人就点评说，迪丽热巴的夏日穿搭厉害就厉害在气质融合上，她用自己浓颜的优势驾驭清新风格，又靠利落的线条避免了甜腻感。这种反差感让简单的造型变得不普通。双引号。
迪丽热巴能有这样的视觉盛宴爆发，可不是偶然的。早在2015年，她在《克拉恋人》里演高雯这个角色，就让她的微博粉丝一夜之间暴涨200万。从那时候起，她就开启了美貌生产力的进化之路。在海外的 TikTok 上，来自156个国家的网友都参与了 DILRABA Golden Dress 挑战。印度尼西亚的网友用他们传统的蜡染工艺复刻了裙装的图案。巴西的画师把它和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的元素结合起来，创作数字艺术。马来西亚的《星洲日报》还专门用整版报道，说它重新定义了东方美学。推特上有个法国设计师的评论获得了10万点赞，他说：“这条裙子让我想起1920年代对东方的幻想，但迪丽热巴穿出了21世纪的未来感。”双引号，这美貌的背后是惊人的专业投入。有个娱乐公司的经纪人透露，像迪丽热巴这样的顶流女星，每年花在形体训练上的预算超过7位数呢。从2023年她跳的新疆舞被外交部矩阵转发，到现在红毯造型引发全球2次创作，迪丽热巴一直在重塑美貌生产力的边界。就像马来西亚媒体评价的那样，她证明了美丽可以成为文化输出的硬通货。在当下的娱乐与时尚语境中，美貌早已不再只是审美意义上的符号，而是可以被转化为生产力与影响力的文化资产。迪丽热巴的最新亮相，正是这一现象的最佳注脚。当她身着一袭紫色露背纱裙出现在 Dior 高级珠宝展时，话题瞬间登顶热搜。微博上的迪丽热巴白到发光，在短短数小时内便冲至 Top 3，累计阅读量突破 6.8 亿。这不仅是一次视觉冲击，更是一次美貌效应的全面释放。镜头捕捉下的每一个角度都化为话题点，转化为网络流量，进而推动了时尚传播的链条延展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迪丽热巴的美并非单一维度的展示，她能在浓颜大美女与元气少女之间自由切换，既能凭借高定礼服震慑红毯，又能以清新穿搭刷屏夏日社交媒体。这种反差感让她的美不只是停留在照片或舞台的瞬间，而是具有持续创造话题的能力。换言之，她的美貌正在被运营为一种可持续的生产力。更令人瞩目的是，这种美貌效应直接形成了商业转化。Dior 同款口红上线1小时即告售罄，官网流量暴增470%，甚至连品牌股价都受到提振。与此同时，医美机构推出热巴同款天鹅颈，预约爆满直至3个月后。这不仅说明了个人影响力的强大，更显示了美貌生产力在当代社会的产业链效应，从明星红毯到消费市场，从时尚传播到资本运作，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价值闭环。国际层面的反馈同样不可忽视，无论是 Reddit 上的热帖，还是法国设计师的盛赞，迪丽热巴的造型都被赋予了跨文化的解读。她的美被视作重新定义东方美学的代表，这意味着她的个人形象已经超越了娱乐产业本身，成为一种文化符号，承担起软实力输出的功能。美貌在这里不仅是个体魅力的展现，更是文化传播的媒介。从2015年克拉恋人的高雯一角，到2025年全球热议的紫裙造型，迪丽热巴的职业轨迹几乎是一部美貌生产力进化史。她通过持之以恒的专业投入，将天赋颜值转化为文化影响力与商业价值。这种从个人特质到产业效益的转化，不仅为她奠定了在内娱的顶流地位，也为中国娱乐与时尚产业提供了新的可能性。正如有评论所言，迪丽热巴证明了美丽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硬通货。在全球化与数字化交织的当下，她的美貌生产力不只是个人光环，而是整个产业与文化格局的一部分。大家觉得迪丽热巴这几次的造型怎么样呢？利剑玫瑰大结局了，有第2季。女孩子要用最大的恶意揣测陌生人。看完利剑玫瑰前4集得到的防拐小知识： 1. 不要因为帮人走进陌生小巷。
案例一：小女孩求助一年轻女性，说自己怕黑不敢回家，希望得到姐姐陪同。走入陌生小巷后，女性被同伙抓住。2. 不要接受陌生人给予的食物和水。案例2：一男子求助一年轻女性，声称自己妹妹来亲戚了，请她和自己去超市挑选卫生巾，并在超市买了2瓶水，实则1瓶加料，拧开送给女生，说是谢礼，女生中招。3. 带孩子时如要救人，要在安顿好孩子的前提下救，以免人贩子趁乱带走小孩。案例3：一位奶奶带着1岁半的孙子在公园遇到紧急的病人，奶奶作为医生上前心肺复苏施救，回过神来孩子丢了。所以请不要因善意而大意，要时刻保持警惕。步惊云那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。你知道现在一个女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活着，活着啊，活着。等到贞操这个词变成历史课本里的，放进博物馆里，跟曾经的杀人凶器摆到一起。在利剑玫瑰的镜头里，一面是城市的天堂，一面是山村的地狱。当镜头缓缓扫过深山空境，那与世隔绝的偏远与落后，无声诉说着被拐者难以挣脱的牢笼。这部以真实打拐为背景的剧集，没有粉饰太平，而是撕裂了拐卖链条的血淋淋现实。林然的故事是无数被拐儿童的沉重缩影。他记得自己的名字，记得回家的路，却被迫改名换姓，深陷愚昧山村。导演用沉默代替了控诉。当邓妍历经艰辛找到他时，林然那难以置信的回头，无声诉说了他经历的殴打、囚禁，甚至可能被迫生育的漫长痛苦。而当他终于回归，母亲张阿姨却在阿尔茨海默症的迷雾中，早已将别人错认为女儿。命运弄人，重逢竟成了错位的心碎。打拐小队不是无所不能的救世主，解救之路布满荆棘与无力感，但正是这份真实，让利剑玫瑰的力量直抵人心。他告诉我们，打拐之路未有穷期，只要还有妇女儿童在水深火热中，只要人贩子一日未绝迹，就不会有真正俗套的大团圆结局。这部戏真的没有把戏份只聚焦在主角身上，受害人家属都有自己的角色力量和魅力。而且没有把酗酒的爸改成酗酒的妈，没有把原型女警邓玉红改成男警，没有把镜头对准受害者，而是对准了施暴者。这部电视剧完全展现了女性力量。打拐办主任邓妍共情能力强，理性与感性并存，高效工作解救了很多被拐卖的孩子和女性。被拐卖的女孩们勇敢坚韧，为了给警察提供其他被拐卖的女孩的线索，愿意直面阴影。追完利剑玫瑰，心里像堵了块大石头，又像被点亮了一盏灯。好像说有第2季，有的话希望原班人马。愿天下无拐早日实现。随着利剑玫瑰的大结局落幕，这部以打拐为题材的现实主义作品，成功在荧屏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它并没有选择轻描淡写的温情收尾，而是通过一系列沉重却真实的案例，将观众拉入那条残酷的拐卖链条之中，让人既感到胸口压抑，又被燃起心底的光。在这样的作品中，演员的表演尤为关键。迪丽热巴饰演的邓妍，突破了大众过往对她的固有印象。不同于以往的古装美艳或偶像剧女主，她这一次化身一位打拐办主任，既要冷静理性地分析案情，又要具备足够的共情去安抚受害人及其家属。这种理性与感性并存的表演，极大拓展了她的戏路，也让观众看到了她作为演员的厚度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利剑玫瑰不仅仅是一部电视剧，更像是一面镜子。它照见了城市与乡村的割裂，照见了人性的黑暗与坚韧，也照见了在现实社会中女性力量的觉醒。从林然的痛苦回归，到被拐少女们勇敢提供线索，再到邓妍在重重压力下依然不放弃追寻，每一条线索都折射出无声的呐喊。在命运的重压下，女性依旧选择坚强与抗争。迪丽热巴的表演正好契合了这种主题。她的眼神中有不容置疑的坚定，
也有对生命的温柔体察。无论是面对受害人的泪水，还是在办案过程中的无力与挣扎，他都用细腻的情感传达出一种真实的重量感。她不是高高在上的救世主，而是一个在荆棘之路上竭尽所能的普通女性。这种设定让角色更具说服力，也让观众产生深切共鸣。从演员的角度来看，《利剑玫瑰》或许是迪丽热巴的一次里程碑式尝试。她不再依赖外表的光环，而是通过角色传递价值与思考。对于一位当红演员而言，这种转型极其不易，但也正因为如此，她的选择更显珍贵。《利剑玫瑰》没有为观众提供一个圆满的童话结局，它留下的是持续的追问与警醒。而在这份真实之中，迪丽热巴用她的角色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力量的答案，即便身处黑暗，也要坚持守护那一丝光。或许，这正是这部剧最大的意义，也是迪丽热巴在荧幕上带给观众最深刻的价值。姐妹们，迪丽热巴的这剧真的值得一看。迪丽热巴，黑衣酷飒风，诠释别样魅力。在深色背景的衬托下，迪丽热巴气场全开。一袭黑色短裙搭配长筒黑靴，利落又性感，腰间的设计增添层次感，勾勒出曼妙身姿。她手持酒杯，眼神魅惑又冷冽，透露出神秘的气质。做出瞄准、挥锤等动作时，酷飒感十足，仿佛化身成英姿飒爽的女战士。银色的饰品为整体造型增添了未来感与华丽感，长发随意散落，每一个眼神，每一个姿态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，在光影交错间，演绎着属于她的独特故事。迪丽热巴总能把黑色穿成一把淬火的剑，当她裹着剪裁利落的黑西装撞进镜头时，金属链条在腰间叮当作响，连眼尾的上挑弧度都透着姐就是女王的锋利，活脱脱是克拉恋人里那句我的人生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的飒爽宣言，在酷飒里藏着把温柔的刃。从阿纳尔汗里裹着红头巾在戈壁滩奔跑的维吾尔族少女，到长歌行中把男装穿出英气的李长歌，迪丽热巴的成长像她最擅长的红毯造型，看似惊艳，实则每道褶皱都藏着故事。拍与君初相识时，她裹着厚重戏服在绿幕前吊威亚，收工后对着镜子笑，今天又解锁了新技能，空中劈叉。这种带着幽默感的拼劲，到让她挑眉时，耳坠的钻石都跟着晃出光。此刻站在霓虹灯前的她，连配饰都藏着巧思，而骨架是微缩的蛇形，随着转头轻轻游动。腕间的宽板手镯刻着暗纹，像古剑上的铭文。最妙的是那双马丁靴，鞋带系成不对称的结，鞋跟还沾着片银杏叶，像刚从都市丛林里闯出来的侠女。当她突然抬手撩发时，西装袖口滑落，露出腕间的红绳，她眯眼轻笑，酷和可爱，我都要。双引号。在这个人设容易撞款的时代，迪丽热巴用一袭黑衣甩出态度。她总说美没有标准答案，而此刻她站在光影切割的街角，连发丝沾的细雨都成了注脚。当她转身走向夜色时，黑色风衣扬起一道弧线，谁又分得清这是镜头里的时尚大片，还是都市借了她的眼睛，在霓虹里写下一行诗。在瞬息万变的娱乐圈里，人设常常被认为是艺人的立身之本。如何既保持辨识度，又能不断突破，是所有顶流女星绕不开的命题。而在这场视觉与气质的博弈中，迪丽热巴用黑衣酷飒风交出了属于她的独特打卷。与传统女明星的甜美优雅不同，热巴的黑色造型并不是单纯的时尚穿搭，而是一种态度的外化。黑衣短裙、长靴、金属链条、冷冽眼神，每一个元素拼接出的不仅仅是酷飒的氛围感，更是一种带有锋芒的叙事。它像一柄淬火的剑，在闪烁的光影中折射出力量与独立。这种女性即是力量的视觉表达，恰好契合当下观众对新女性形象的期待。回顾热巴的荧幕之路，从阿纳尔汗里的戈壁少女，到长歌行中披甲上阵的李长歌，再到如今广告大片里酷劲十足的都市女战士，
他的成长轨迹与黑衣库萨风形成了呼应。观众见证了他如何从柔美走向坚毅，又如何在坚毅中保留温柔。这种反差美让他的人设不仅有外在的惊艳，更有内里的故事感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黑衣库萨风赋予了热巴极强的商业延展力。在一个人设容易同质化的时代，甜美可爱、清冷高贵已经成为许多小花的标配，唯有库萨风才能真正让它形成差异化竞争力。无论是珠宝广告还是高奢大片，品牌都乐意借助她的飒感传递一种先锋与独立的精神，这也让她成为少数能在商业与艺术之间取得平衡的女艺人。与此同时，这种造型背后的故事化表达也极大增强了观众的代入感。当她提着酒杯，眉眼间流露冷冽时，人们会联想到职场的独立与果敢；当她转身抬手撩发，露出万间红绳时，又勾起观众对生活中温柔一面的共鸣。黑衣库萨风不仅仅是视觉效果，它已经成为观众理解热巴、感受热巴的文化符号。在人设不断被质疑、拆解甚至崩塌的娱乐环境下，迪丽热巴选择用黑衣库萨风塑造独特身份，等于为自己建立了一条坚固的护城河。她没有被单一化的标签束缚，而是通过这种既冷冽又柔和的风格，展示出现代女性的复杂性与可能性。正如她自己所说，美没有标准答案。而在这个答案里，黑衣库萨风无疑成为了她最具标识性的注脚。它不仅让她在红毯和荧幕上都保持高辨识度，更让她在观众心中逐渐完成了从流量花到风格女王的跃迁。迪丽热巴聂九罗上线热搜闹剧，粉丝大惊小怪，宣传手段罢了。一则看似普通的综艺片段意外引发热议。在开始推理吧中，金靖模仿剧中角色聂九罗，对着迪丽热巴喊出九罗这个昵称，而刘宇宁却误听成九楼，两人因此产生搞笑互动。这本是一个轻松的综艺梗，却因为网友的过度解读，硬生生被炒成了萧启清嚷定档信号，甚至让迪丽热巴聂九罗上线登上热搜。事件发酵后，不少粉丝激动不已，认为这是剧集即将播出的官方暗示，甚至有人开始猜测具体定档时间。然而，节目组很快澄清，这仅仅是综艺宣传的联动环节，并非剧集定档消息。这种捕风捉影的狂热反应，恰恰暴露了当下粉丝群体的敏感心态。一部剧未播先火，粉丝们恨不得抓住任何蛛丝马迹来实锤定档信息，甚至把综艺里的玩笑梗当成官方信号。这种过度解读不仅让粉丝自己陷入焦虑，也让路人对剧集的宣传方式产生反感。事实上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类似的乌龙宣传。近年来，不少剧组为了制造热度，故意在综艺、采访等场合埋梗，让粉丝自行脑补，再通过热搜官方认证，形成所谓的营销闭环。然而，这种套路早已被观众看穿。粉丝们虽然嘴上喊着官方发糖，但心里清楚，这不过是制作方和平台的炒作手段。当假定档成为常态，真正的定档消息反而难以引起关注，甚至会让观众产生狼来了的疲惫感。迪丽热巴聂九罗上线这场闹剧，本质上是一场低效的营销。粉丝大惊小怪，网友看透套路，最终只有平台收割了一波热搜流量。如果剧方真的想推广萧启清嚷，与其玩这种猜妹式宣传，不如直接放出定档预告，或者安排主演互动访谈。毕竟，观众真正期待的是一部好剧的内容，而不是营销噱头。否则，再多的热搜也救不回观众的耐心。近几年，迪丽热巴几乎成为了热搜体制的代名词。无论是新剧风吹草动，还是综艺里的一个小片段，乃至红毯上的一个定格瞬间，都能迅速冲上热搜榜，掀起全网讨论。热度是明星的加冕礼，却也可能成为反噬的利刃。以近日聂九罗上线事件为例，本是一段综艺里的轻松互动，却因粉丝的过度解读，被迅速放大为萧启清嚷定档的信号。在营销链条的推动下，
迪丽热巴聂九罗瞬间登上热搜，粉丝兴奋，路人质疑，平台获利，一场热搜闹剧由此展开。这种情况并非偶然，而是长期积累下的模式。一方面，迪丽热巴的国民知名度极高，她的出现天然自带话题效应；另一方面，粉丝群体高度敏感，生怕错过任何与新作品相关的蛛丝马迹。于是，综艺里的玩笑梗也能被演绎成宣传信号，路透照片里的细节也能被解读为剧方暗示。这种过度捕捉在客观上制造了讨论热度，却也让非粉丝群体产生了狼来了的疲惫感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部分宣传方刻意利用这种敏感心态，把模糊的互动包装成彩蛋，让粉丝自行脑补，再借助热搜发酵，形成所谓的营销闭环。这种手法短期内或许有效，但长期来看却会透支观众的耐心。毕竟，观众真正想要的是作品本身的品质与价值，而不是无休止的噱头炒作。在这种环境下，迪丽热巴的处境颇为尴尬。她并未主动制造这些热搜闹剧，却因热搜体制而频频被卷入讨论中心。对于她而言，热度既是流量的象征，也是舆论的负担。如何在话题、明星与实力演员之间找到平衡，将决定她未来的发展路径。事实上，迪丽热巴的作品和演技并非没有突破，利剑玫瑰的现实关怀，长歌行的角色塑造，都证明了她并不仅仅依赖颜值与热度。但当热搜过多地替代了作品的讨论，观众的注意力便会逐渐转移。热搜体制是一种稀缺资源，但如何管理这种资源，考验的不仅是团队的宣传智慧，更是演员本人的长远布局。对迪丽热巴而言，或许比登上多少次热搜更重要的是如何让热度回归作品，让观众在喧嚣之后看到真正的价值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